欢迎回到 Money Doc Eric。在当前的资本市场上，没有哪家公司的未来比 Alphabet 谷歌更受瞩目、更受争议了。它手握着全球最具盈利性的搜索业务，但同时它正在进行一场900多亿美元的 AI 豪赌。它一边要面对来自 OpenAI 和 Perplexity 对核心搜索业务的结构性威胁，另一边呢，又要承受美国司法部反垄断诉讼带来的巨大监管压力。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将穿透这些噪音，用最硬核的财务数据彻底解剖谷歌的价值。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关键数据呢，请点赞并且订阅频道，确保你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深度分析。好，如果你正在考虑配置你的科技股仓位，这期视频绝对不容错过。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老规矩，所有内容仅供娱乐，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在这个动荡的市场，独立思考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时光倒流回到2年前，哪怕是1年前，华尔街对谷歌的看法是什么？是过气，是被 OpenAI 按在地上摩擦，是即将被美国司法部拆分。但是各位，请看一眼现在的股价。我们的主角 Alphabet 谷歌的收盘价站上了289美元，市值稳稳突破3.5万亿美元。在过去的1年里，尤其是下半年，这家公司上演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 V 型反转。我们先来看盘面，大家看一下这张年初至今的图。今年年初，谷歌经历了一波剧烈的杀跌，最低触及140.53美元。那个时候市场在怕什么？怕 Gemini 打不过 ChatGPT 5，怕搜索广告被 AI 问答取代。但是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 K 线图，从2025年初的震荡到年中的一波拉升，再到最近的高位盘整，很多人觉得谷歌太贵了，毕竟52周低点只有140块，现在翻了1倍多。但是我想问大家，3万亿市值的谷歌真的到顶了吗？根据公开资料，美国司法部对 Alphabet 在2025年9月2日的判决出炉之后，它的股价确实呈现了较大幅的涨幅。按理来说，被判垄断，面临拆分风险，股价应该暴跌，对不对？结果呢，盘后暴涨6.7%。为什么？这个就叫利空出尽是利好。更深层的原因是，市场终于看懂了这次判决的本质。为什么这个新闻这么重要？那早在2024年8月，法院已经判决谷歌违法垄断。随后的1年里面，市场最大的恐慌是法官会不会强行拆分谷歌，比如强迫谷歌卖掉 Chrome 浏览器，或者是卖掉安卓操作系统。这种不确定性压得谷歌股价喘不过气。那在2025年9月的判决结果就是拒绝拆分，但是呢，要带上镣铐了。为了恢复市场竞争，判罚了以下几条狠招。第一招就是斩断它的资金链。法院判决谷歌每年给苹果、三星纳200亿美元的默认搜索引擎保护费为非法。谷歌每年付这笔费用呢，只是为了成为 iPhone 的默认搜索引擎。现在法院说不行，这钱不许给了。大家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表面看，谷歌失去了默认入口，流量可能会掉，但是深层逻辑是，谷歌每年凭空省下了200亿美元的费用，这个可是实打实的利润。这里有一个博弈论，如果说不默认用谷歌，苹果用户会换成必应吗？大概率不会，因为用户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所以谷歌可能1分钱都不花，却保住了90%的流量，这个对利润表简直是超级利好。第二招就是强制数据共享。谷歌必须把它的搜索索引和点击数据授权给 DuckDuckGo 或者是必应。这招确实狠，它解决了小搜索引擎搜不到冷门内容的痛点。短期内这个会降低竞争对手的进入门槛，但是长期看，搜索的未来是 AI 而不是蓝链。那分享10年前的索引数据，在 AI 时代杀伤力可能是被高估了。第三招就是安卓不必再姓谷歌。以后三星、小米的手机如果不预装 Chrome 也没有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风险点。如果 OpenAI 和三星达成协议，预装 ChatGPT 作为入口，这个才是谷歌搜索真正的降维打击。这也是为什么盘后虽然涨了，但是还是没有冲上天际的原因，因为入口权的争夺战才刚刚开始。好，那总结一下，明明谷歌是被罚了，为什么股价反而暴涨？原因一是因为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市场最怕的是物理拆分。如果失去了 Chrome 或者安卓，谷歌就失去了未来的入口，这个才是毁灭性的打击。现在只是不能签独家协议，这个属于行为纠正，虽然难受，但它不致命。
第二个原因是，谷歌每年给三星和苹果交的流量费高达200亿到300亿美元，现在法院禁止交这笔钱了。就算没有默认设置，等于谷歌白白省下了这几百亿美元的过路费，简直变成了净利润。第三个原因就是不确定性消除，判决一出，无论好坏，规则定了，分析师就能重新算账了，估值模型就可以重新跑了。所以各位，9月份的新闻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谷歌确实是一个垄断者，但它是一个大到不能拆，甚至没人想离开的垄断者。法院不仅没能肢解它，反而变相帮他省下了每年给苹果交的几百亿的保护费。所以我们看到，叠加10月底发布的炸裂第三季度财报，加上这一次判决落地，谷歌在盘后直接冲到了历史新高区域。那带着监管落地的利好，谷歌在10月29日发布了第三季度财报。看这个数字啊，单季度破了1000亿。更恐怖的是，利润增速，营收涨了16%，但是净利润涨了33%，达到了350亿美元。说明谷歌的 AI 投入开始看到回头钱了，降本增效的效果非常显著。它的云业务 Google Cloud 呢是最大的亮点，营收152亿美元，增长34%。以前大家觉得云是 AWS 和 Azure 的天下，谷歌是万年老三，但现在 AI 算力成了正副手，因为谷歌有 TPU，有自家的大模型，企业为了跑 AI，开始大量迁移到谷歌云。这个34%的增速，大概率是领跑三大云巨头的。谷歌云已经从赔钱赚吆喝，变成了真正的印钞机。即便涨了这么多，它的动态市盈率依然只有20到25倍。在七巨头里面，英伟达大约是40倍，微软大约是30到40倍左右。谷歌呢，依然是那个被低估的价值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依然看多它的核心逻辑，便宜就是硬道理。那朋友们，现在请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的这张饼图，这个就是谷歌的核心心脏。这一张是谷歌2024财年的完整营收结构数据。虽然我们身处2025年底，但是这副底牌所揭示的底层逻辑在今天依然稳固。过去这一年，我们满脑子都是 Gemini、TPU、无人驾驶这些很性感的 AI 概念，但是数据是不会说谎的。请看这一大块黄色区域，虽然我们炒作 AI、炒作云，但是56.6%的收入依然来自搜索，贡献了接近1980亿美元的收入。这个意味着，尽管全网都在炒作 AI 颠覆搜索，但是搜索依然是谷歌不可撼动的绝对基本盘。那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底层的投资逻辑：只要搜索不死，谷歌的现金流就不会断。正是这个接近60%的稳定现金流，在为谷歌这些昂贵的 AI 实验买单。但是，如果你认为谷歌还只是一家靠卖广告为生的传统公司，那你就看走眼了。请注意这两个正在快速膨胀的板块，一个是 Google Cloud 云业务，它的占比已经稳稳爬升到了12.36%；另一个是 Subscriptions、Platforms 和 Devices。订阅与设备占比达到了11.53%，那么把这两块加起来，非广告业务已经占据了公司将近1/4的江山。这个说明谷歌正在发生质变，它不再是那个单一的广告巨人，它正在进化成一个广告加订阅加云计算三足鼎立的生态综合体。这种结构性的优化，才是谷歌能够穿越周期、抵抗宏观波动的真正护城河。但是我们作为投资人更要看趋势。这张表记录了谷歌过去3年（2022到2024年）的基因突变。请大家盯着这一行数据 ：Google Cloud 从2022年的9.36%爬升到了2023年的10.77%，再到2024年的12.36%。这个是一条非常漂亮的且毫无悬念的上扬曲线。这个意味着云不再是谷歌的副业，它正在成为驱动这艘航母加速的第二台核反应堆。那么，当广告业务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时候，这12%的收入就是最硬的压舱石了。但是有涨必有跌的，请看这个倒数第三行 Google Network，这个是谷歌的联盟广告业务。那看这个跌幅，从11.67%一路滑落到8.68%，3年时间份额丢掉了近3个百分点。为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必须提醒大家的结构性风险。随着隐私政策的收紧、cookie 的废除以及反垄断监管的重锤，谷歌在站外赚钱的能力正在被削弱。但这未必是坏事，因为谷歌正在把流量和变现能力收回到自己的围墙花园里面，也就是搜索和 YouTube。那我们再来看搜索和 YouTube 这两大核心，搜索从57.84%微降到了56.63%，这个叫健康的稀释，说明谷歌对单一业务的依赖度在降低。那 YouTube 广告呢，稳定在了10.3%左右。
在 TikTok 如此猛烈的攻势下，YouTube 还能守住自己的份额，甚至还能配合订阅服务实现增长，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所以，读懂了这张表，就读懂了谷歌的未来战略。主动收缩容易受到监管打击的联盟广告，全力压住代表 AI 未来的云服务，同时死守搜索和视频的基本盘。这个是一个比3年前更健康、更抗揍的营收结构。好的，那看完大盘，我们来拆解具体的业务引擎。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搜索与广告业务。很多人说，2024年是搜索已死的一年，OpenAI 的 GPT 来了，Perplexity 来了，但是结果呢？请看，这个是官方第3季度财报的原话。事实证明，AI 并没有让用户逃离谷歌，反而让用户在谷歌上搜索的更多了。为什么？因为当 AI 能够直接给你精准答案的时候，你查询的门槛变低了，互动率反而高了。更关键的是赚钱能力。大家看这里，广告点击率 CTR 提升。以前我们担心 AI 给出的答案，用户就不点广告了，但是谷歌做到了通过 AI 更精准的匹配商业意图。现在的搜索广告占到了谷歌总收入的约为55%到60%左右。那搜索的护城河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了，全球90%的份额不是说动就能动的。接下来是谷歌的护城河2号。如果你只把 YouTube 当做一个手机的 App，那你就低估它了。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YouTube 是美国家庭观看时间的第一名。注意，这里说的是美国家庭，这个意味着它已经打败了奈飞和迪士尼，占领了你的客厅电视。这一页最大的爆点就在于短视频 Shorts 了。过去2年，华尔街最担心的是 TikTok 抢走用户时间，而 Shorts 变现效率低。但是现在拐点来了，Shorts 每观看小时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传统流媒体，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号，意味着谷歌终于解决了短视频的变现难题，把流量变成了真金白银。同时，不要忘了订阅收入，YouTube Premium 和音乐正在悄悄成为谷歌第2大非广告现金流。现在的 YouTube 是一台左手收广告费、右手收会员费的超级印钞机。那回到云业务，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个数字，大于200%。AI 产品收入同比增长大于200%，谷歌的策略就是我有最好的模型 Gemini，我有最便宜的算力芯片 TPU，你来我的云上跑应用，又快又省。那这一套组合拳正在从微软嘴里抢肉吃。讲完它的3大支柱，我们来看一点刺激的，它的其他赌注。这里通常被投资者称为烧钱实验室或者是登月工厂，里面有做医疗的 Verily， 做长寿研究的 Calico。但在2025年的今天，这个板块里出现了一个异类，一个即将毕业的优等生，大家猜到了吗？就是排在第1位的 Waymo 自动驾驶。那么，当特斯拉 Robotaxi 还在发布会上画饼的时候，Waymo 已经做什么了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国际化。Waymo 呢，预计明年开通伦敦，正在推进东京落地。第二点是呢，它在美国全面铺开了，在达拉斯、丹佛、西雅图全面铺开，甚至已经拿到了旧金山和圣何塞机场的运营许可。这意味着它可以真正接管你的商务差旅了。那么最让我们感到震撼的就是这个 Waymo Teens 青少年账户，在凤凰城，家长已经放心的让 Waymo 接送孩子上下学了。这个说明安全性已经不再是 Waymo 的瓶颈，信任已经建立起来了。那管理层在财报里用了非常罕见的强硬措辞，Waymo 的增长与动能非常强劲，并明确指出2026年将成为关键扩张年。那朋友们，这个意味着 Waymo 即将从 Alphabet 的财务包袱变成下一个1000亿美金级别的独立独角兽。如果你持有谷歌的股票，这没准就是你免费获得的一张通往未来的头等舱船票。看完谷歌的自家底牌，我们再把视野放宽。首先看一下广告市场，在过去这曾是谷歌绝对的垄断领域，但是在2025年的今天，这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3足鼎立的格局。谷歌依然占据最大的份额，主要统治搜索广告和 YouTube 视频广告，但是 Meta 统治着社交广告，亚马逊则主导着电商广告。这个格局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谷歌必须分区域防守。在电商领域，亚马逊正在利用它的购物数据优势，疯狂蚕食谷歌的份额。在社交领域，TikTok 正在和 Meta 联手，对 YouTube 构成威胁。所以，谷歌在广告市场的战略已经从增长变成了防守与优先，通过 AI 提升广告的精准度和点击率。我们前面提过，它通过 AI 提升广告的精准度和点击率，这个是它保持市场份额的关键。接着看 AI 时代的核心战场，那就是云计算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份额。
谷歌云 GCP 依然排在第3位，位于亚马逊和微软之后。这个是谷歌一直以来的痛点。但是我们作为投资人，不能只看绝对份额，还要看增长质量。谷歌云 GCP 呢是3大巨头中最具 AI 原生基因的云服务，它的竞争优势不是传统的储存和计算，而是它的 AI 基础设施和数据分析能力。如果你是一家 AI 初创公司，大概率会首选谷歌云，因为它的 TPU 集群效率最高，这个就是谷歌弯道超车的机会。所以 GCP 的战略很清晰，用 AI 技术作为尖刀，从高价值的企业用户和 AI 初创公司入手，蚕食市场份额。它的目标不是成为最大的云了，而是成为最好的 AI 云。我们再来看 AI 模型竞赛，现在的竞争本质已经变了，不是谁的模型更聪明，因为大家都差不多，而是谁能够把模型塞进产品里变现。现在我们面对的格局是，谷歌的 Gemini 3系列对决 OpenAI 的 GPT-5以及 Anthropic 的 Cloud。这场竞争的核心武器是什么？是资本开支。我们前面讲了，谷歌一年豪掷大约为910亿美金，其中绝大部分都砸在了数据中心和 TPU 芯片上。这个门槛已经将绝大多数的竞争者排除在外了。OpenAI 呢有微软背书，但是它依赖于购买 Azure 的算力。谷歌拥有自己的模型、自己的算力、自己的应用生态，所以模型的跑分只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谁能够把模型塞进产品里赚钱，谁能够提供最便宜、最快、最可靠的推理服务，谁才是赢家。我们来想一下 AI 战略的核心。AI 的成本结构分为2块：训练和推理。训练呢是前期投入，它的成本巨大，但是是一次性的。推理呢是模型运营起来后，每一次用户提问、每一次搜索摘要所消耗的算力，这个是持续性的运营成本。谷歌的秘密武器就在于此了。通过它高效的 TPU 芯片，谷歌能够极大的降低单次推理成本。想想看，当每天有数十亿次搜索需要 AI overviews 来提供摘要的时候，推理效率就是决定谷歌利润率的生命线。谷歌的技术布局让它的推理成本比依赖外部 GPU 的竞争对手更有优势。最后，我们回到那个被低估的领域 Waymo。我们对比 Waymo 和特斯拉 FSD，会发现这是2种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Waymo 采用 L4级全自动驾驶，依赖激光雷达和高精地图，目标是无人出租车服务。特斯拉 FSD 采用 L2、L3级辅助驾驶，目标是将软件卖给消费者。关键是在于这个 L4级，特斯拉 FSD 技术可能很强，但是 Waymo 是实打实拿到了监管牌照在运营的 Robotaxi 的。数据飞轮和安全记录是 Waymo 面对马斯克最大的底气。在自动驾驶领域，Waymo 是现实，而特斯拉 FSD 依旧是一个期权故事。对于我们来说，Waymo 提供了更精确的商业化路径。那为什么要花时间分析这个收入占比不到0.5%的业务？因为它的市场潜力实在是太恐怖了。自动驾驶的服务一旦成熟，它将是一个万亿美元级别的市场。那 Waymo 在这个市场的早期阶段占据了领先位置。我们之前说谷歌市值是3.5万亿美元，如果 Waymo 独立拆分，以它在 L4 自动驾驶领域的领先地位来说，它的单独估值可以轻松达到数千亿美元。这个证明了谷歌的 Other Bets 不再是烧钱的，而是拥有巨大期权价值的一个资产。它为谷歌的整体估值贡献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溢价。刚才我们只是讲述了风险，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面临的外部约束。它的第一大外部约束就是监管压力，它的性质是对谷歌市场主导地位的一个直接威胁，最终可能导致结构性重组或者是巨额罚款。那么一旦导致了巨额罚款，这个对它的是一个账面上的冲击，比如说欧盟或者是司法部的罚款，直接体现在利润表的负面冲击。这虽然是巨大的成本，但它是一次性的，不会改变公司的核心商业模式。第二个影响就是结构性改变，这个才是真正的痛点。如果监管机构强制谷歌拆分广告技术部门，或者说强制它向竞争对手提供更廉价的搜索服务，这个将永久性的影响它的毛利率结构和市场份额。比如说，强制引入选择界面，虽然省下了给苹果的钱，但是如果用户大量流失，会从根本上削弱搜索广告的议价能力，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利润侵蚀。第二个约束也是通常容易被投资者们忽略的，很多人把谷歌当成一个纯粹的高增长科技股，但它的营收结构暴露了它周期性广告巨头的本质。它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广告业务，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占营收近60%的现金牛，对全球经济周期高度敏感。它的传导机制非常直接，经济一旦下行，企业的信心和现金流就会收紧。企业首先削减的就是广告预算和 IT 预算，谷歌的广告营收增速就会直接放缓。
为什么这个对谷歌的杀伤力更大呢？因为作为一家科技公司，市场通常给它25到30倍的市盈率，一旦被证明带有周期性，分析师就会担心它的盈利预测不稳定，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让它的估值弹性变差。我们不能只看 Waymo 和 Cloud 的光鲜，必须正视搜索广告这一头大象在经济寒冬中可能表现出的周期性衰退，这直接影响我们应该给它多少倍的市盈率。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先说一下它的核心优势，首先是它的分发能力。安卓加 Chrome 加 Google 是搜索默认入口，这个不仅仅是3个 App，这是一个覆盖数十亿用户的超级分发网络。为什么说它是最难被复制的资产？因为即使美国司法部门想打破谷歌的默认地位，但用户使用习惯的惯性是巨大的。谷歌能保证它的任何新产品，无论是 Gemini 还是新的广告形式，都能瞬间触达全球超过2/3的互联网用户。这是任何一家初创公司，甚至包括 Meta 和亚马逊都无法比拟的渠道垄断优势。第二个就是数据和广告系统。AI 模型需要燃料，而谷歌拥有最优质的燃料库，那就是搜索关键词加上 YouTube 行为加上地理位置数据，这个构成了最完备的用户画像之一。更重要的是，它的广告技术站，谷歌在广告主、交易平台到媒体侧掌握了多个关键节点，这使得它能最大化广告的效率，同时也能最大化自身的毛利率。这也是我们今天分析的一个核心爆点了。2025年预计资本开支指引是910亿到930亿美元，这里面绝大部分砸在数据中心、服务器和 AI 芯片上，这是一个全球最大的 AI 基建项目之一。关键点呢是谷歌仍然用超强现金流覆盖这些投资，它不像某些竞争对手需要不断举债，甚至是榨干现金流。谷歌用最稳定的现金流为这场 AI 军备赛提供了最坚实的财务保障。这笔投入就是谷歌为自己在新时代筑起的一道不可逾越的战略壁垒。我们前面说过，谷歌不是一家单纯的广告公司，它的现金流来源是多元化的，广告加订阅加云加硬件，这种多元结构共同把2024年的自由现金流推到了728亿美元，并且在继续增长。那多元化的现金流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质量更高。当谷歌收入周期性波动时，订阅和云服务就能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增强了谷歌的抗周期性。最后就是这家公司是非常懂得如何回馈股东的，看它的资本配置能力，每年600亿以上的回购，加上新开启的季度股息，这个意味着谷歌在保证了巨额的 AI 投资空间之后，依然能够将多余的现金通过回购和股息回流给股东，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个表明管理层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充满信心。总的来看，谷歌拥有最坚固的渠道、最优质的数据、最雄厚的财力，这些优势加起来，构成了它穿越 AI 时代风暴的终极底气。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它的致命弱点。首先是最大的阴影，反垄断和监管风暴。这里呢有2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第一个是2025年4月，美国司法部在广告技术案中胜诉，法院裁定谷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2025年9月，欧盟开出29.5亿欧元的巨额罚单，要求对广告科技业务进行结构性调整。这个说明监管机构已经不满足于罚款了，他们盯上了谷歌的商业模式根基，搜索默认设置、广告技术站拆分、应用商店佣金，未来都有可能被强制改变。如果说广告技术业务被拆分，谷歌的毛利率结构将遭受永久性重创，这个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长期性结构性风险。第二大威胁来自于谷歌自身发起的革新。AI Overview 正在成为搜索的主流界面，但是它可能减少传统的蓝链加上广告链接的展示。现在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长期来看，AI 究竟会不会蚕食谷歌自身广告点击？如果用户在 AI 摘要中获得了满意答案，不再需要点击链接，那广告的价值就会被削弱，这个就直接威胁到谷歌基于点击的核心收入模式。这是谷歌在自救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内部矛盾。紧接着就是财务风险。我们前面提到了，谷歌敢于投入单年900多亿美金级别的资本开支，但同时这也是一把悬在财务报表上的利剑。如果 AI 驱动的收入转化速度，比如说云的客户增长、AI 产品订阅的收入不及预期，那么这笔巨额投入将难以在短期内摊平，利润和自由现金流会因此阶段性承压，这个将导致市场对谷歌的现金流质量产生质疑。在 AI 赛道呢，谷歌面临的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对手联盟，微软加 OpenAI、AWS 加 Anthropic 的组合。
这些组合正在给企业客户提供整套解决方案，这意味着竞争不仅仅是模型跑分，而是生态系统的整合能力。谷歌需要不断证明自己不仅有好模型，还有好生态，以此来吸引企业用户。最后，这是一个估值上的威胁了。股价从2024年底到2025年中涨得太快，原来的估值折扣被吃掉了一大部分。这意味着谷歌股票的安全边际正在收窄。一些分析师已经从超配降为中性。简单来说，如果谷歌在未来几个季度不能继续以超预期的速度增长，那么市场将不再慷慨，它的估值倍数可能会被压缩。那这五大威胁是从监管、商业模式、财务投入、竞争、估值5个维度对谷歌构成的挑战。它告诉我们，谷歌的投资并非没有风险。那在理解了所有风险之后，我们才能够进入下一个核心环节，用数据武装我们的观点。好，然后我们进入基本面的分析。在分析任何一家科技巨头的时候，股权结构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公司治理的风险。那谷歌的股权结构非常独特而且复杂，因为它采用了3级股本结构，这个也是我们在投资中需要额外注意的一个风险点。谷歌的股票分为3个等级。A 股，也就是 GOOGL，这个是公开交易的股票之一，每股拥有1票投票权。C 股呢是 GOOG，这个是公开交易的另一个股票代码，但是每股拥有0票投票权。没错，就是零投票权了。那 B 股呢？这部分股票没有公开交易，是由创始人、内部人士和高管持有。这里面的核心秘密就在于 B 股。B 股拥有一种超级投票权，它的股票权比例大约是10:1，也就是说，一张 B 股顶得上10张 A 股。这种设计保证了谷歌的2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即使只拥有公司总股本的一小部分，也能通过 B 股对公司事务拥有绝对控制权。这个对我们外部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你投资谷歌，无论是购买它的 A 股还是 C 股，你的股票影响力都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投资谷歌本质上是将你的信任和财富完全托付给管理层的判断和愿景。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创始人拥有长期视角，可以专注于宏伟的 AI 愿景，不用担心短期内华尔街的干扰。但这个也是一个风险了，因为一旦管理层出现战略失误，外部股东几乎没有能力通过股票来要求改变。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基本面分析主要是以 A 股 GOOL 为基础，但是说实话，A 股和 C 股通常的差价也不会大过为0.5%了。首先，我们来看投资者持股比例高达81.33%，这意味着谷歌的股票主要是掌握在大型基金、养老基金和对冲基金手中，机构持有流通股的比例也达到了80.81%。这种高度集中的机构持股，为谷歌的投票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稳定性和流动性支持。同时，拥有6590家机构持有，这个也表明谷歌投资基础非常广泛，是华尔街的核心资产。接着看内部人士持股比例，仅有0.57%，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小，但是这个不包括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超级投票权 B 股。所以，谷歌的股权结构向我们传递了2个明确信号：第一个就是市场稳定，那股权呢被大型机构视为安全的长期持有的资产；第二个就是外部投资者几乎没有能力对管理层施加重大影响。谷歌投资的前提就是信任它的创始人团队和高管团队的长期战略愿景和执行能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支撑这一切的财务基石资本结构。谷歌的总负债是442亿美元，对于一个市值数万亿美元的公司来说，这个负债规模非常健康。更重要的是，它的现金和等价物，谷歌手握高达985亿美元的现金，距离1000亿美元仅一步之遥。这简直是一个巨大的流动性金库。将两者相减，得出的结论是，谷歌拥有543亿美元的净现金头寸。它告诉我们，如果今天公司把所有债务一次性全部还清，还能剩下多少钱？这个意味着谷歌的资产负债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财务堡垒。它不仅能够覆盖自身所有的债务，还拥有超过500亿美元的净干火药，随时可以用于战略性部署。这个净现金头寸是对我们前面分析的大约910亿资本开支的最好注解了。那谷歌有能力完全依靠自有资金去承担这场 AI 军备赛，它不需要发行新债，也不需要稀释股东股权。这种自我贡献能力是谷歌在与微软、亚马逊的竞争中拥有最强大的财务耐力。它保证了谷歌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稳定的现金流去推动它的 AI 和云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这一块资本结构告诉我们，谷歌不仅是一家盈利能力极强的公司，更是一家财务纪律严明的公司。这种财务稳固性是它所有增长故事得以实现的基础。
然后我们来看风险因子，首先看一下平均成交量，3个月平均成交量为3570万股，反映了谷歌极强的市场流动性。10天平均成交量达到4017万股，比3个月平均更高，说明近期市场关注度在持续提升，交易情绪活跃。如此高的流动性意味着无论是大型机构还是散户都能轻松买卖，不会出现流动性不足而导致股价被大资金砸盘的风险。接下来来看市场对谷歌的看空情绪，被做空股份约为6726万股，做空比例仅为1.16%，1.16%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比例了。那通常呢，低于5%就被认为是健康的。这个明确表明了市场普遍不看空谷歌，机构投资者对它基本面和 AI 战略的信心非常高。再看做空比率，也就是平仓天数，仅有2.11天，这意味着即使所有空头都决定买回股票的话，也只需要大约2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就能够完全吸收。这个说明谷歌完全没有被挤空的风险，市场空头头寸非常容易平复。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贝塔系数为1.08，1.08这个数值告诉我们谷歌的波动性呢和大盘是相近的，这个证实了谷歌是一只相对稳健的大盘科技股，它的系统性风险显著低于像英伟达和美超微等高波动性的 AI 股了。那这些数据呢，共同描绘出了一个流动性极高、做空压力极低且波动性相对稳健的科技巨头形象。这个也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投资信心。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股息派发情况。虽然它在2024年才首次启动股息制度，但是呢，它背后的信号非常重要。首先看预期年度股息率只有0.29%，对应的每股派息约为0.84美元。从这个数字来看，谷歌的股息无疑是象征性的，这个明确告诉投资者，谷歌的价值主要来自于增长潜力和股票回购，而不是高股息派发。即使是包含首次完整季度派息的过去年度股息率，也仅有0.35%。我们看到，由于谷歌2024年才开始派息，所以5年平均股息率一向是空白的。这个恰恰标志着谷歌正式进入了成熟科技巨头的行列。但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指标是派息率，仅有8.09%。这个极低的派息率透露出了3个核心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它的现金非常多，谷歌的盈利能力非常强大，仅用不到9%的盈利就能够覆盖目前的股息。第二个就是它仍然是以增长为核心的，它超过90%的利润仍然被保留在公司的内部，用于投资 AI 基础设施和 Cloud 扩张，这个证明了它的增长策略没有变。第三个就是股息提升空间未来极大。8.09%这个派息率预示着，一旦公司决定将它的股息派发提升至科技巨头的平均水平，那它未来的股息提升将是非常可观的。这个是对长线投资者的一个巨大潜在回报。所以，谷歌的股息不是让你赚取现金流的工具，而是管理层宣布它财务成熟、现金充裕的一个信号。它为未来的投资者提供了极大的股息增长期权。然后我们再来看基本面中最具说服力的一页是盈利能力，那它的评级呢给了一个 A 的评级。我们先直接来看一下它的净利率，谷歌的过去12个月净利率高达32.23%，而行业的中位数是多少？只有3.61%，这意味着谷歌的净利润率是行业平均水平的近9倍。这样一家巨头能维持如此恐怖的盈利水平，直接证明了它的广告垄断地位、成本控制能力以及云服务带来的高附加值。我们再看运营效率指标，EBIT 利润率高达32.65%，比行业中位数高出近187%。这个意味着谷歌的核心业务在扣除运营成本之后，依然保持了惊人的盈利能力。同时，毛利率59.17%，也比行业平均高出约10个百分点，成本结构健康，盈利空间巨大。最后看资本回报率，这个是衡量一家公司管理层是否是资金利用大师的关键了。股东权益回报率 ROE 35.45%，比行业中位数高出5倍以上。这意味着谷歌在利用股东的每一分钱的时候，都能够创造出远超行业平均的利润。资产回报率 ROA 23.16%，比行业中位数高出11倍以上。这表明谷歌的资产利用效率优异，符合它的轻资产、高科技的商业模式特征。自由现金流率12.45%，也高于行业中位数，证实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谷歌拥有稳定的现金流，足以持续支撑它大约910亿美元资本开支的投入，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回购。那这一张表用数字证明，谷歌的盈利能力是顶级科技巨头的水准，它的护城河不仅是技术和数据，更是无法被复制的盈利机器。然后我们来看它的成长性，也给了一个不错的 A 减的评级。首先来看一下营收增长的指标，年度营收增长13.42%，比行业中位数2.66%高出了404%哦。
未来的营收增长13.82%，也比行业中位数3.45%高出了301%。这个意味着谷歌不仅仅是在增长，它是在以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加速度奔跑。这个证明了它的搜索、YouTube 和 Cloud 3大引擎正在合力发力，成功抵御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影响。再看盈利潜力，未来 EBIT 增长22.24%，比行业高出了140%，意味着它的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提升之后，未来的利润释放将非常可观。我们来看股东回报的增长，股东权益回报率增长，也就是 ROE 增长为10.43%，也领先于行业。自由现金流增长24.20%，比行业中位数高出76.75%。这个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谷歌不仅赚钱多，而且产生现金流的能力也在加速。这个为它未来的投资和回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呢，我们把目标聚光到最后一行，也就是这张表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指标——资本支出增长，高达了58.03%，这个比行业中位数4.12%高出了惊人的1300%以上。这是谷歌在用数字告诉全世界，它正在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 AI 豪赌。这笔巨额的资本开支，正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大约为910亿的持续投入。这个数字的暴涨，证实了谷歌管理层在战略执行上的决心和力度。谷歌并非一只动作迟缓的大象，而是一头在 AI 驱动下加速奔跑，同时进行大规模战略投入的巨头。它的增长质量和速度都远超行业的平均水平。现在我们再来看投资分析的最后一步，就是估值。我们用估值指标来回答谷歌现在到底贵不贵。首先看市盈率，市盈率为28.56倍，比行业中位数17.17倍高出66.35%，预期市盈率27.60倍，比行业中位数高出89.15%。这两个指标清晰地表明，谷歌的估值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种高溢价是市场对它更强的增长确定性和持续盈利能力的认可和定价。接着看衡量业务质量的核心指标，企业价值比上销售额高达了8.93倍，比行业中位数高出376%。这个意味着市场认为谷歌每单位销售额的价值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直接说明了谷歌的业务质量极强，具备高盈利和高现金流特性。这个是它品牌和数据垄断护城河的体现。我们再来看两个效率指标，市净率9.04倍，比行业中位数高出436%。如此高的市净率并不意味着资产昂贵，而是说明谷歌的资产价值密度极高，是典型的轻资产高毛利科技公司。市现率呢，23.07倍，比行业高出216%。这个表明市场愿意为谷歌的现金创造能力支付高溢价，因为它现金流的稳定性和质量极高。最后看股息率为0.28%，它比行业中位数低了近93%。这个再次强调了谷歌的战略聚焦，它不引股息吸引投资者，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大部分利润再投资于 AI 和云，驱动未来的爆发式增长。那么综上所述，谷歌是一家估值偏高但高溢价、具备充分逻辑支撑的股票。它的定价反映了它行业领先的盈利效率和增长确定性。那要判断谷歌的估值是否合理，我们必须将它放在正确的竞争环境中去衡量。谷歌的难点在于，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业务公司，它的竞争对手遍布全球的每一个数字领域。我们首先从业务线的角度来拆解谷歌面临的竞争压力。首先，我们来看占营收大头的广告业务。先来看社交广告，它最大的对手呢是 Meta，他们是全球数字广告领域的两大巨头。Meta 的广告结构和受众画像是最接近谷歌的竞争对手。第二个，我们就要看短视频领域了，还有 Snap 和 Pinterest，以及还没有上市的 TikTok 字节跳动，他们争夺的是用户最宝贵的东西——注意力。特别是 TikTok 正在对 YouTube 的短视频流量池构成持续威胁。那在电商广告领域呢，Amazon 正在成为最大的威胁。当用户直接在亚马逊上搜索商品的时候，谷歌的购物广告预算就会被分流。亚马逊对谷歌的购物广告业务构成了最大的增长竞争。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传统搜索，那就是微软的必应。必应仍然是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尤其是在 AI 整合之后，它对谷歌的核心搜索市场虎视眈眈。好，那顺带提一下，关于 Meta、谷歌、Snap 和 Pinterest 的完整对照，我在上一期 Meta 的视频里面已经有了非常系统的拆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开说明区链接进行回看。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并订阅频道，这个是对我们制作这种长视频最大的动力。谢谢。好，那讲完搜索广告这一条业务线，我们来到谷歌的第二个现金引擎 YouTube，它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来自视频流媒体和短视频平台。
那奈飞呢是全球 ARPU 和订阅收入最高的视频广告，在内容观看时长、付费订阅模型上，它是 YouTube 的对标样本。Roku 是北美广告流媒体平台的领导者，它的广告模式对 YouTube TV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YouTube Shorts 的主要对比对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TikTok。YouTube 在长视频和短视频和直播这三条线上同时作战，是谷歌生态中最强的注意力平台。然后我们来看 Google Cloud 的核心对手，它的核心对手更是全球科技界的天王级别，就是 AWS，它是行业的绝对龙头，营收最多，利润最高，增长路径清晰。谷歌云在 To B 业务上每一条都必须面对 AWS。OpenAI、Copilot 全部都跑在 Azure 上面，是对谷歌云形成的巨大威胁。另外呢，Snowflake 和 BigQuery 是直接竞争的，它在数据仓库领域几乎就是谷歌云的镜像对手了。云原生监控的领军公司是谷歌云 Observability 业务的重要对手。谷歌云的竞争对手都是行业顶级玩家，那就是 AWS、Azure、Snowflake、Datadog 这条路径最激烈，但是空间也最大。说完云，就来到谷歌最关键的未来增长引擎 AI 模型竞争。那全球顶级模型现在主要是三大阵营，微软100%将 OpenAI 整合到 Azure 上面，等于把 GPT 变成微软的护城河插件。Anthropic 是唯一同时被亚马逊和谷歌投资的 AI 模型公司。Cloud 的能力在专业性任务中表现非常强劲。拉玛的最大特色是完全开源，对企业特别有吸引力。Gemini 的对手不是一般企业，而是微软加 OpenAI、亚马逊加 Cloud、Meta 的开源系统，这些是世纪级别的 AI 军备竞赛。最后一部分是谷歌未来赌注版图 Other Bets，包括自动驾驶和量子计算。在自动驾驶赛道，Waymo 的对标公司自然而然就是特斯拉了。特斯拉的 FSD 全自动驾驶虽然线路不同，但是规模最大、最快商业化。另外，GM Cruise，它的母公司是 GM，是 Waymo 的直接竞争对手，也和 Robotaxi 的业务路径最接近。第三个对标的呢，就是 Mobileye，他们的自动驾驶是 ASIC 加 ADAS 芯片，是 Waymo 传感器和算力体系的重要对比样本。最后一个可对标的呢，就是 Aurora Innovation，它的 Robotaxi 和自动卡车公司与 Waymo 的 RoboTruck 路线是相似的。在量子计算这条业务线上，它的对标公司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 IBM Quantum，它是全球最成熟的量子硬件体系；第二个是 IonQ，是离子阱量子计算；第三个就是 Rigetti RGTI 超导量子芯片。这三家公司是资本市场上少有的可上市对标对象了。当然了，IonQ 和 RGTI 这两家公司，我们也在2周前做了一个详细的对比。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点击视频链接，欢迎观看。也正是因为谷歌的战线太广了，它的估值从来不能用单一业务逻辑去理解，而必须用生态级巨头的标准去衡量。我们必须关注它的规模、效率和资本配置能力。在接下来的环节，我们将用这三家公司的数据全面衡量谷歌的成长性、盈利能力和估值定位。那就是微软、亚马逊和奈飞。微软呢，它是 AI 军备赛、云效率和高利润软件的标杆儿；亚马逊呢，是全球云基础设施和电商广告的核心竞争者；而奈飞呢，它代表的则是订阅经济和成熟内容平台的对比参照。那在接下来，我们将用这三家公司的数据全面衡量谷歌的成长性、盈利能力和估值定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4家公司的核心规模和运营模式。先看市值和企业价值。谷歌和微软是当前美股市场上的2大全站型科技巨头，市值都稳定在3.5万亿至3.6万亿美元的水平。亚马逊紧随其后，市值也接近2.4万亿美元。这个对比确认了我们将谷歌放在这样一个高量级的赛道中。而奈飞呢，作为内容和订阅领域的代表，市值接近4700亿美元。虽然规模较小，但它呢是我们分析订阅业务效率的关键参考。这个表格中最具洞察力的指标是员工人数，这直接反映了不同商业模式的资产轻重。亚马逊拥有超过155万名员工，这个是因为它的核心零售业务需要庞大的物流、仓储和配送网络。相比之下，谷歌和微软分别只有19万和22.8万员工，这个证明了他们的商业模式是轻资产、高科技、高利润的软件和服务模式。而奈飞只有1.4万员工，体现了它极致的内容和订阅运营效率。这个巨大的差异告诉我们，谷歌的盈利质量和资本回报率会因为它轻资产的运营模式而显著优于亚马逊。
最后，我们看一下分析师覆盖数。谷歌拥有37位 SA 分析师和66位华尔街分析师关注，与亚马逊和微软一样，都处于最高覆盖水平。这个反映了它极高的市场关注度和机构投资者的浓厚兴趣。再来看股价表现，在短期回报率上，1个月、3个月和6个月这3个维度上面，谷歌是以压倒性的优势领先所有同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个月和3个月维度上，谷歌实现了超过12%和45%的惊人涨幅，而同期微软和奈飞甚至出现了负回报。这个明确告诉我们，谷歌的股价在2025年经历了由 AI 战略落地、盈利能力超预期释放以及反垄断案件的利好所驱动的爆发式重估。这个是市场对谷歌在 AI 竞争中确立的领先地位所投下的信心票。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长期回报率，这个才是检验公司价值创造能力的试金石了。在3年的回报率上，谷歌表现出色，但是奈飞凭借疫情期间的爆发性增长和强劲的订阅模式效率占据领先。在5年回报率上，谷歌依然领先于微软和亚马逊，证明了它的长期复利能力非常强劲。但是在最长的10年回报率上，微软以它的云和操作系统业务的绝对优势，以及相对较低的估值基数，获得了最高的回报。谷歌呢也表现很优秀。那其实总体看下来，谷歌在短期内展现了最高的增长势能和爆发力，这个预示着它当前的 AI 战略正在得到市场的积极确认。长期来看，谷歌是与微软在同一量级上的顶级回报资产，它的投资价值在于它长期增长的确定性。我们来看净负债这一栏，这个是衡量公司财务健康度的重要指标。谷歌的净负债是惊人的负543亿美元，这个负号代表谷歌处于净现金状态，就是说它的现金和等价物完全覆盖了它所有的债务，并且还有543亿美元的盈余。相比之下，微软、亚马逊和奈飞都处于净负债状态，意味着他们的债务高于现金。这个对比再次确认了我们此前的结论：谷歌拥有4大巨头中最强的财务堡垒。再看总负债，亚马逊的总负债最高达到1604亿美元，这个反映了它的零售和物流业务所需的重资产投入。谷歌的442亿美元总负债规模在同行中是相对健康的。从负债率来看，谷歌和微软的负债率极低，亚马逊和奈飞的负债率较高，尤其是奈飞，这个与它内容制作的资本密集型模式相符合。最后来看一下长期负债占总资本，谷歌仅有8.3%，所有这些指标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谷歌拥有最高的财务灵活性，它的资产负债表能够完全支撑大约910亿的 AI 资本支出投入，而无需担心外部融资压力。这种财务自由度是它在 AI 竞争中能够做出长期激进战略决策的强大基础，所以谷歌在负债对比中是一枝独秀的。然后再来看营收成长性，首先看年度营收同比增长和前瞻营收增长。在这个维度上，微软和奈飞凭借它的各自在云上的高增长和订阅业务的稳定增长，展现出微略的领先优势，增长率都超过15%。谷歌呢，以13.42%和13.82%的增长紧随其后。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谷歌的体量和业务线的广度，接近14%的营收增长仍然是高质量的高速增长。这个对比显示，在 AI 和云的驱动下，所有巨头都处于高速扩张期。我们接着来看长期复合增长率，这个是衡量持续增长能力的指标。在3年复合增长率上面，所有公司都稳定在11%左右，体现了它们都是抗周期、能够持续稳定扩张的资产。然而，在5年的复合增长率上，谷歌以17.56%的增长率领跑所有同行，微软和亚马逊都在14%左右。所以你看，谷歌在短期增长速度上与微软和奈飞竞争激烈，这其实是说明 AI 战略带来的增长需要时间释放，不如纯软件或者是纯订阅模式爆发得快。但是从长达5年的视角来看，谷歌是持续性营收复利王者，17.56%的5年复合增长率证明了它的搜索、YouTube 和云3大核心业务的协同合作，使它的价值创造能力更具有耐力和持续性。我们来看一下这4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对比。首先看利润率指标，在毛利率方面，微软凭借它的高附加值的系统软件和云产品拥有最高的毛利率，谷歌紧随其后，体现了它的搜索和 YouTube 带来的高溢价能力。亚马逊和奈飞略低。在 EBIT 利润率和净利率上，在这2个关键指标上面，微软依然是行业标杆，展现了它的强大的运营效率。谷歌紧随其后，几乎和微软处于同一量级。这种高净利率是谷歌数据垄断
和轻资产模式带来的直接回报。亚马逊的净利率最低，反映了它的零售和物流业务的低利润属性，以及持续高额的资本开支投入。我们接着看现金流和资本回报率。自由现金流率，奈飞和微软领先。奈飞的高自由现金流是因为它的内容支出已经资本化，而亚马逊是最低的，印证了它的资本开支吞噬了大量现金流的特性。谷歌12.45%的自由现金流率处于健康水平，能够充分支撑它的战略投入。股东权益回报率 ROE 奈飞最高，这个是利用高负债、高杠杆驱动的结果。谷歌和微软的 ROE 也是极高的，而且负债率更低，体现了高盈利和轻资产带来的优质回报。在资产回报率 ROA 上，谷歌和奈飞领先，这个证明谷歌在利用总资产创造利润方面效率优异，与它的轻资产高科技的商业模式完全吻合。所以这张表其实告诉我们，微软是利用率的最高标杆，它的软件模式的优势无可匹敌。谷歌在净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上是高效率、高质量盈利的代表，稳居第二梯队头部。它的高 ROA 和 ROE 是支撑我们此前高估值结论的核心要素。我们再来看一下华尔街对谷歌的共识是什么。分析师评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情绪风向标。那谷歌在过去3个月获得了强烈买入的综合评级，这个是一个最高级别的看好评级，显示了华尔街对谷歌的 AI 战略、财务稳固性以及增长前景形成了高度一致的乐观态度。那在接受调查的38位分析师中，有31位给出了买入，有7位给出了持有，最关键的是0位分析师给出了卖出。这种一边倒的看多局面是科技巨头中市场信心极高的表现。它证明了市场认为谷歌的基本面扎实，它面临的监管和 AI 风险已在它当前的增长和估值中得到了合理消化，投资风险远低于潜在回报。根据过去3个月38位分析师的追踪数据呢，也给出了以下的关键定价：当前股价是289.45美元，平均目标价312美元，最高目标价350美元，最低目标价是236美元。我们来计算一下当前价格到平均目标价的潜在上涨空间。那么，即使按照华尔街最保守的平均预期，谷歌依然有大约7.8%的上涨空间。如果谷歌的 AI 战略执行顺利的话，能够达到350美元的最高目标价，那么潜在的涨幅将达到大约为21%。这个通常是由它的云业务超预期增长，或者说是 AI 变现能力爆发所驱动的。同时，236美元的最低目标价为我们定下了下行风险的边界。这个最低价通常考虑到最坏的情况，例如监管加剧或者 AI 投入期利润大幅承压。但是这个最低价依然比当前的股价低约18.5%，这个为我们评估风险提供了参考。所以华尔街的定价体系普遍是看好谷歌的。那么经过全面的基本面和同业对比分析后，我们来看一下多空总结。我们先来看一下多头的观点。首先呢，也是最重要的 AI 原生护城河正在形成。谷歌的优势在于是 GPAI， 也就是它的 Google DeepMind 和 Gemini 模型，它正在基础模型、推理效率和 AI 工具链上形成技术闭环。这个 AI 工具链包括搜索、Workspace、安卓和 Chrome， 特别是 Gemini 3系列，这个正式确立了谷歌在多模态模型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是长期竞争力的基石。第二个就是谷歌云 GCP 的增长正在重新加速，并且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在当前的 AI 企业转型的浪潮中，GCP 在 AI 基础设施、数据分析和企业 AI 解决方案中需求爆发。GCP 已经连续7个季度实现盈利，证明它不仅仅是一个烧钱的业务，而是谷歌真正的第二增长引擎。第三点就是 YouTube 的商业化能力具有巨大的潜力。YouTube 的非广告收入，特别是 Premium 订阅和 YouTube TV 增长非常快速。更关键的就是 Shorts 的广告变现效率正在迅速改善，有望成为第二个 TikTok 规模的流量池。那作为谷歌生态内唯一具备社交、内容、直播和广告的超级平台，它的市场份额仍然有巨大的扩张空间。第四点呢，就是谷歌的财务基础极其稳健，是科技界的现金王。他手里握着980亿美元现金，处于净负债状态。同时，ROE、ROA 和自由现金流等效率指标均位于科技巨头的第一梯队。强大的财务安全垫使它能够承受巨额资本开支投入，而持续的强力回购呢，则为它的股价提供了坚实的底部支撑。最后，搜索广告业务依然是全球最确定的印钞机了。它的搜索业务季度营收接近570亿美元，仍然是全球最有确定性的商业模式之一。最重要的是，数据显示 Gen AI 搜索并没有削弱广告收入，反而是通过提供更相关的答案和更高的点击率，为搜索广告带来了更高效率的变现。
基于这5大核心结论呢，我们认为谷歌的上涨逻辑是清晰的，财务结构是牢固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空头主要关注的风险点。首先，最大的风险是来自搜索业务的结构性威胁。那么，随着 AI Chat 和长文本回答能力的普及，用户可能直接获得答案，从而减少点击广告的需求。OpenAI 和 Perplexity 等公司推出的答案引擎，对谷歌核心的搜索广告模式构成了潜在的替代压力。虽然目前影响有限，但是这个是长期必须警惕的结构性风险。第二个就是谷歌云 GCP 的市场占有率依然落后于 AWS 和 Azure。尽管 GCP 的增长速度快，盈利能力在提升，但是它的基础体量仍然远小于微软和亚马逊。那么在云市场的竞争，这是一场规模和生态之战。市占率的差距意味着谷歌在争夺大型企业客户和构建开发者生态方面仍然需要持续投入。第三点就是巨额的 AI 资本开支可能在短期内吞噬利润。AI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数据中心、训练芯片和能源供应，都需要巨大的投资。那随着谷歌的资本开支增速进入上升周期，这个势必会在短期内压制自由现金流和净利润的释放。虽然这个是必要的战略投入，但是它确实是短期盈利的负担。第四点就是监管风险巨大，并且还是在不断升级的。那美国、欧洲对于谷歌的反垄断诉讼越来越严格，搜索、广告技术和安卓生态系统都是监管重点区域。最极端的情况可能导致业务被强制拆分，或者是限制捆绑销售，这个会对谷歌的生态协同优势造成根本性的打击。最后就是它的 Other Bets， 其他业务的持续亏损也是一个隐形的负担。那么虽然像 Waymo 这样的自动驾驶子公司增长迅速，但是距离商业化盈利还有多年的时间。这些创新业务每季度都需要谷歌核心利润的书写，持续给整体财报带来压力。总体来看，谷歌的风险主要是集中在 AI 对核心搜索业务的冲击、云规模的滞后和严峻的监管环境。那考虑到 AI 战略和云利润释放的巨大潜力，谷歌在未来可能会实现更高的回报。那未来的投资主要是建立在以下3重优势之上的。第一个优势是它是 AI 竞争的长期领跑者，第二个就是它的财务稳固性无与伦比，第三个就是云和 YouTube 的双增长引擎加速发力。那投资谷歌并非没有风险，在配置仓位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监管与反垄断风险以及搜索的结构性威胁。那投资谷歌呢，短期看 AI 战略执行和 Cloud 盈利加速的估值重估，长期呢则是看它的 AI 技术如何跨业务线赋能，比如说搜索、云和办公，实现生态级复利增长。只有长期持有，才能充分受益于它的史诗级资本开支投入所带来的最终回报。所以总体来看，谷歌是一张 AI 时代的顶级核心资产入场券。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析对你理解谷歌这一家公司有帮助，请不要忘了点赞，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觉得谷歌的股价上限在哪里，你是否也看好它的 AI 战略。最后也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关注按钮，订阅我们的频道，你将不会错过下一期对科技巨头和市场热点的深度分析。这里是 Money Doc Eric，我们下期再见。